大家好，我是 Klaus。2002年，20岁的女大学生茱莉亚就读于武汉的中国地质大学。一天，在学校附近的书店偶遇黑人校友马浪。当时茱莉亚见马浪与店家沟通有困难，英语专业的她主动上前帮助马浪。从此之后，便与这位自称非洲酋长公子的马浪相见恨晚，很快坠入了爱河，你侬我侬。1年以后，男友突然失踪回国，她被学校的领导叫去谈话，这才知道原来男友是艾滋病发作。茱莉亚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医院做了检查，很不幸，她被确诊为阳性，之后被学校强制退学。同一时期，该学校一共7名女大学生被确诊艾滋病。一开始，茱莉亚在这一连续的打击之下，将自己关在房间，闭门不出。随后慢慢的，她接受了现实，开始了与艾滋病的抗争。2005年，她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叫做《艾滋女生日记》，还拍了纪录片《茱莉亚的故事》。她成了中国第一个公开艾滋病身份的女大学生。根据中国官方的数据，截至2020年10月底，中国现有艾滋病感染者104.5万人，经性传播途径感染的占 90% 以上。而在10年前，中国的感染人数才37万人。从最近10年的趋势来看，中国艾滋病新增人数和死亡人数都在逐年上升。但是对比整个世界来看，全世界从2000年之后，艾滋病的新增人数和死亡人数都在逐年下降，只有中国呈现高速增长。伴随着中国艾滋病人数增长的是中国黑人数量的增长。众所周知，非洲是艾滋病的高发地区，艾滋病病毒最先也是在非洲发现的。非洲多数国家的艾滋病感染率在 10% 以上，特别是南非的几个国家，感染率甚至超过了 25%，4个人里面就有1个是艾滋病患者。根据中国官方统计，2003年以后，赴广州的黑人每年以 30% 到 40% 的速度递增，而非法拘留的非洲人更多，据估计在广州有50多万人。根据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黑人总数将达到1500万人，到2050年将达到5000万人，连同黑黄混血儿，届时黑人血统人口将达1亿多。再加上去年引起中国轩然大波的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阅读超过10亿却没有上热搜，还禁止评论。连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也发文批评该条例对外国人获得永久居留权过于宽松，非洲人口的高速成长还送永居权，怪不得有中国专家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可能需要外国人来完成。非洲人的大量涌入势必会增加中国艾滋病的传播风险。黑人传播给中国人艾滋病的案例很多，全国各地的报道屡见不鲜。我们这里就讲一个中国防艾专家任宪武讲过的一个真实案例。在南京的一名黑人留学生被查出患有艾滋病，要被遣送回国。在回国之前，疾控中心要求他说出和他发生关系的所有女生的资料。他竟然这样告诉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来中国2年了，没有固定的女朋友，反正每个星期都会找一个女大学生，我也不知道和他们怎么联系。后来工作人员在他的口袋里面发现了2张照片，他也承认和这2个女孩发生过多次关系。在工作人员费尽周折找到这2个女孩的学校时，由于女孩已经毕业，学校也没有办法联系上她们，就这样线索就中断了。这2个女孩有没有感染上艾滋病就不得而知了，而这2个女孩又和多少男人发生过关系就更不清楚了，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我们从这个案例可见一斑，黑人数量的急剧增长主要原因是中国的政策吸引。例如在留学方面，非洲学生来华留学是无门槛的，很普通的资质就可以就读中国的高校，并且还有高额的奖学金、助学金，甚至还送免费机票，还有每个月1500元人民币的生活补助。根据报道，2018年中国政府设立的留学教育预算为332亿，这虽然跟动辄上千亿的大撒币比起来不多，但是中国30年的希望工程总共筹款140亿。中国给外国学生1年的钱，比给贫困山区的孩子30多年的还要多。即便是这样，北大的教授在采访时却说，我们给非洲学生的奖学金太低了，才10万1年，真的不多。其实10万人民币1年对于一个学生来讲，不管是在中国哪个城市，都算是很高的生活标准了。
怪不得黑人能够在中国找很多女朋友，还能骗他们说自己家族显赫。还有些学校帮助黑人找异性学伴。在海外的招生广告就好像是妓院的招嫖广告一样。甚至有网友爆料，给留学生的中文教材里还提供约炮的语言培训。这些各种低门槛加各类撒币政策根本吸引不到高素质的人才，相反的只会吸引到非洲的无业人员，因为奖学金比他们1年的工资还要高，免费吃喝，免费嫖，还给钱，只能吸引到流氓。而真正的非洲酋长的儿子不会差这点钱，他们更愿意到发达国家留学。另外，中国艾滋病患者新增加速最直接的原因是，中国政府在2010年4月开始取消了对患有艾滋病的外国人的入境限制，签订了对于艾滋病人可以入中国境内的协议。目前全世界有51个国家限制艾滋病患者入境。在疫情面前，限制病毒携带者入境，保护本国国民，无可厚非。中国政府的这个政策无异于引狼入室，养虎为患。虽然中国官方公布的艾滋病人数为100多万，但众所周知，传染病在中国属于政治敏感信息，这个数字一直被多方怀疑。民间学者估计，中国实际的艾滋病人数在1000万以上。中共不去谦卑的学习和引进西方的先进文明，却是去落后地区找自信。引进非洲人口只是暂时解决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问题，或是中共为了制造万国来朝，好大喜功。但是长期来看，引进的外来人口 90% 为男性，加剧了中国的两性失衡。更严重的是，放任艾滋病人入境传播，更是牺牲了整个国家的未来和人民的健康。好了，下面进入网友互动环节。上一期节目，我们从历史和现在分析了中共和俄爹的父慈子孝。网友玉林说，国共内战是什么鬼？明明是苏维埃侵华。网友 GCF 说，还有朝鲜势力。网友 Sim Cookie 说，还有亲共的美国官员在背后捅刀。网友陈照说，厉害了，但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中国走的是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跟苏联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如果真的没有任何关系，请这位网友在中国批判一下马列主义试一下，到时候别忘记告诉我们看守所的 WiFi 信号怎么样。好啦，本次节目就到这里，感谢点赞、订阅、留言和分享，我是 Klaus，我们下次再见。